近日，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发布了一篇名为《中国海军现代化对美国海军能力的影响》的报告，而这个报告除了对我国海军发展的趋势以及各类军舰进行介绍，还着重介绍将来我国在江南造船厂制造的一艘新航母，也就是被我们称为003的航母，而美国人也在这篇报告中沿用了003这个称呼。此外，此次美国人对于这艘航母的表述也有变化。这篇报告指出，在早期外界普遍预测003型航母的排水量可能为8万吨至8.5万吨，与美国的小鹰号航母相近。然而，最新的卫星图片显示，003型航母8万吨级可能有些低估了。这艘航母的排水量将更接近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大概在10万吨左右，与美国海军最新的福特号航母相近。此外，这艘航母将不采用滑跃甲板，而是采用电磁弹射器，这就有效提升航母的舰载机数量以及舰载机起飞效率。此外，美国国会报告还表示，中国这艘航母有望在2021年，也就是今年下水。另外，这艘航母的姊妹舰也将开始建造，这将是一艘10万吨级的核动力航母。此外，中国在新航母上采用的电磁弹射技术可能将运用到中国下一代076型2栖攻击舰上。而在舰载方面，美报告指出，现阶段中国航母所采用的舰载机是歼15，但可能这艘舰载机将会被替换，而中国的5代隐身战机歼20的舰载版以及正在测试的新型战机 FC31都有可能成为中国新航母的舰载机。此外，中国还在研制一种舰载机载预警系统，名为空警600，类似于美国海军舰载预警机 E2 鹰眼。除了这些，隐身无人机也有可能成为新航母的舰载机。从这篇报告整体上来看，对江南船厂的这艘新航母的描述还是往优势的方面进行猜测。过去，美媒曾把中国的新航母称之为中国版的小鹰号，但这一次美国国会都直接官宣，这不是小鹰，而是福特，直接从8万吨级升级到10万吨级。为何美国人的态度发生改变了呢？首先当然是随着新照片的流出，这艘航母的进度也愈发明显。从卫星图片上来看，很多人认为江南航母的真实性能会超过当初的保守估计，因此外界对于这艘航母是10万吨级的支持者明显增多，这或许也是美国人判断的依据。不过在这艘航母正式完工前，恐怕还不能下定论。另外，这艘航母采用的动力系统，美国国会的报告并没有明说，只是表示下一艘会是核动力，似乎在暗示这艘航母依旧是常规动力，只是常规动力如何驱动一艘10万吨级的航母，报告并没有明说。另外，这篇报告也有些宣扬中国军事威胁论的影子，像航母10万吨级、舰载机是 FC31或者歼20以及今年下水的说法，多来自中国民间，官方并没有公布，而美国国会报告却直接收纳了这些推断，有一种故意制造中国军事力量威胁的效果。其目的嘛，自然是为了要更多的钱来涨军费。关于乌克兰马达西奇收购案已经是老生常谈了，但却总能闹出新的大动静。在中企提出巨额赔偿后，这件事又有了下文，只是没想到乌克兰能这么绝。在克里米亚危机后，俄罗斯切断了采购乌克兰马达西奇航发的途径，被中企扶持盘活了。中国企业还购入马达西奇50%股份，按原计划完成收购的话，中企能够出入大量资金，帮助马达西奇发展，并在乌克兰创造大量工作岗位，而中方也能得到一些关键发动机的技术，这本是双赢的事。但是由于美国的干预和乌克兰政府的短视，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拒绝中企收购马达西奇公司股份的申请，这起收购案一直反复无常。而在去年底，俄罗斯媒体报道，中企忍无可忍，已经申请了国际仲裁，要求乌克兰索赔35亿美元。按照目前情况来看，中企获胜几率几乎100%，因为我们整个收购过程合理合法。但是这个钱乌克兰似乎赔不起。2018年乌克兰 GDP 也只有950亿美元，于是乌克兰还想反咬一口。在1月29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批准对中国公民和4家公司进行制裁，遭到制裁的中国公司和个人包括北京信维科技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天骄飞机控股有限公司、北京天骄航空、香港天骄，并对中国公民北京天骄航空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王静进行冻结资产、处分财产、限制交易、进入乌克兰境内等限制措施。这些中企都和马达西奇收购案有关，这不是国家级老赖吗？学美国搞制裁，但你制裁归你制裁，该赔的款1分都不能少。中企收购马达西奇本是双赢的好事，但最终还是搞得不欢而散。乌克兰的路越走越窄，乌克兰横在美俄交锋前线，本就应该低调，不要随意站队，因为俄罗斯不允许一个敌视的乌克兰倒向西方成为桥头堡，西方也绝不允许乌克兰重新回到俄罗斯怀抱。乌克兰选择了倒向西方，但被西方当成攻击俄罗斯的矛以及抵御俄罗斯的盾牌，被迫承受大多数火力。如果乌克兰找不到第3条路，注定会成为俄罗斯和西方对抗的牺牲品。原本与中国来往也能突破死结，乌克兰能借此缓解经济紧张，还能扩大地缘政治。现在第3条路也彻底走死了，活生生成了一个笑话。这也给我们再次提了个醒，关键技术还是得靠自己。其实提到俄罗斯的导弹和美国的防空导弹，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俄罗斯锆10和美国的爱国者。锆10不用说，是俄罗斯的高超音速导弹的一种，目前虽然还没有正式部署，但是俄罗斯也曾透露会在2022年正式部署。不过今天咱们要说的却不是锆10，而是俄罗斯最强洲际弹道导弹 2S-24 亚尔斯导弹。作为白杨 M 的升级版本，同样配备有分导式多弹头，并且命中精准度在200米范围之内，最远射程可达到1.1万公里。作为目前俄罗斯军队中的核心武器之一，虽然仍然使用的是传统的陆基固体燃料导弹，但是因为采用的是战时生存能力较强的陆基发射，所以射速非常快，加速段速度快也就代表了反应时间更短，同时敌人一般也是无法反应过来。而且从外媒的分析中得出，这样的一枚导弹就可以让俄罗斯一举攻破美国防御，因为如果美军使用自己的宙斯盾系统来拦截这枚导弹，那么至少需要50枚导弹，而这还只是拦截。如果俄罗斯发射自己的高穿音速导弹，那么这个数字美国至少还要翻上4到5倍。为此外媒还援引专家的说法，虽然说目前俄罗斯的高穿音速导弹的具体情况并不是很清晰，但是发射点大多能事先就知情的，所以反向推测，美国或许有可能拦截得住高穿音速导弹。但是亚尔斯并不一样，这是一种变化莫测的导弹，如果美国打算和俄罗斯干起来，那么俄罗斯只需要把这个导弹部署在古巴，就会让美国进入被动的情景，因为距离越近，这个导弹越难防御。不管是变化莫测的行动轨迹，还是发射后能快速抵达目标附近，这都会让美国必须要释放数千个拦截器，才能在之后为宙斯盾系统拦截做出准备。那么既然这个导弹这么厉害，中国同样有射程相似的东风41洲际弹道导弹，射程不用说，最大能达到14000公里，同样携带了多枚核弹头。而且据央视透露的消息说，东风41的精准度比亚尔斯更高，能够控制在100米范围内，几乎是亚尔斯的2倍。所以如果按照外媒所说的情况，中国的东风41同样可以做到像俄罗斯的亚尔斯一样，击破美国防御仅只需要1枚导弹即可。所以现在中国和俄罗斯在对待美国的态度，很大情况应该还是取决于行为习惯。俄罗斯毕竟是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之为毛熊的国家，从名字上就是一个手段强硬还头铁的家伙，而中国从古至今习惯就是先礼后兵的文明人。不过这一点或许以后应该有很大改进了，毕竟总有那么几个我行我素的家伙不愿意听人话，只能逼得中国懂粗了。